很早就听人说这个石姐妹是很好的保姆鸟，我一直不是很理解这个保姆鸟到底是干嘛的。直到我刚刚给这4小只喂食，发生了这一幕，我终于理解了。你们看，我这个保姆鸟是不是养成了？这2个大的就是咱们上一批救的那些石姐妹，总共6只。然后飞出去了之后，这2只每天都要回家呀，其他4只再也没有回来过，就这2个。天天出去玩，天天都要回家，而且他们其实也不大哟，才个把月而已。这体内的保姆功能就开始觉醒了。看到我在给这4只小的喂，不自觉的就飞过来帮我喂了。这是不是说明我以后可以把这4只小的丢给他们了？但是根据我观察呀，这2个家伙好像也没有喂到东西进去啊，他们俩甚至还在别人嘴里掏东西吃，这就一下把我搞懵了。这到底是谁在喂谁嘞？这4只小一点的是前段时间楼下小朋友送上来的，其实都已经送上来好长一段时间了，只是最近都忙着，很少拍他们。送过来的时候就已经睁眼了，基本上也喂不了多久就可以放飞了。这4个就不像咱们从小用挖耳勺喂大的那样亲人喽，基本上就是吃饱了就跑，看到人就跟看到鬼一样。别看他们现在挺乖的样子，这只是肚子饿了，有求于我罢了。我一直都以为这种鸟应该是养不亲人的，但是养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它们也可以亲人。说来也奇怪，就这么2只，每天天亮它们就自己出去了，到了晚上天黑又会准时出现在窗台上，白天基本上是看不到它们的哟。唯一能解释的就是它们已经被我这个按摩技术给折服了，不然怎么可能天天都要回家嘛，对吧？好了，去吧。看吧，这2个家伙要出去了，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没有在附近玩了，会飞到很远的地方去。但是他们这个导航系统吧，好像是真的蛮发达的哟。不管飞得再远，天黑了他们都一定能赶回家，这就很神奇啊。我就进去喝了口水，出来看就已经没看到这2只了。行吧，那咱们也不管他们俩了。这2个上班族又迫不及待的想要出去了。前2天我在楼顶把他们2个放了，还以为他们不会找到回家的路诶，没想到到了晚上，他们俩又出现在窗台上了。来吧，出来吧。之所以晚上会把他们俩关在笼子里，是因为我怕我把灯一关，在家里乱窜，撞到玻璃上了就不好了。呀，这飞了。今天在下雨哦，都要出去啊。这看来是真心爱工作呀。看看晚上他们还能回来不？往这边飞好远去了。白天基本上是看不到他们2个的，可能是公司只给提供午饭吧。早晚和住宿应该都是不包的，工资应该也不高，都不舍得在外面租个房住。时间来到下午5点多，这2个家伙下班了，朋友们，回家就在这儿吃东西。应该是食堂的饭菜不是很合他们的胃口还是自家饭菜比较香，是吧？来，小弟，摸一下。祖传的按摩手艺，试问哪只鸟能够拒绝这项服务嘞？当我把手指放它头上那一刻，它就已经陶醉了。就是说，上了一天的班也挺累的，回家放松放松，好像也没错啊。还有人问起那只啃老的，最近怎么没发现它了？事情是这样的，那一只和这2只是同一批的嘛，一共是6只。本来开始放的时候是打算6只全部放走的，结果啃老的那只好像是脚步慢了一点，没跟上大部队，所以就一直滞留在家中了。自己胆子也比较小，我连续放了它几天，它都不想出门啊。后来这2只不是我放了几天之后它自己回家的嘛，然后他们3个又关到一起去了，可能是晚上互相说了一些悄悄话，交流了一下他们的所见所闻啊。后面我在放他们的时候，那个啃老的就跟着这2只一起跑出去了。刚开始的1-2天也有跟着回家的，后面慢慢的那个啃老的就没回家了，只有这2只每天都风雨无阻，天一黑就往家里赶啊。具体什么情况不回家，这个咱们就不得而知了。反正也是祝他好运吧。这2个今天回家还挺早的，前2天都是天快黑了才回家的，估计是加班。今天的工作比较轻松啊，这么早就下班了，不知道他们俩还会不会出去哦。看看打工人的现状呀，这直接就睡着了。
这有一只，它就一直想在我手上睡觉。它该不会是出去找了个体力活吧？看起来挺累的样子呀。算了，今天就早点关它们吧，好好休息一下，以更好的精力来迎接明天的工作。出来吧，天又亮了，该去上班了。你们两个，这休息一晚上，怎么还把窝踢翻了？看来今天是不忙啊，出来也不着急走了，还要在家里逗留一会儿。确实挺可爱的，长得眉清目秀的。别说你们喜欢他们俩了，我甚至都有点舍不得他们两个了。但是外面的世界才是他们真正的家呀，我这儿顶多就算个临时客栈罢了。最终还是得让他们出去独自闯荡呀。今天又往这边飞去了。时间来到晚上，天快黑了，他们俩又自己回家了。把龙门关起来，让他们好好休息吧。连续3天的阴雨天气，我也是连续3天都在放他们。今天就不到楼上放了，反正在楼上放了，他们也能找到回家。而且外面还在下大雨，不一定他们两个会出去哦。今天就把他们放窗台这儿吧。已经飞走一个了，这个好像也要出去了。看来他们公司规章制度真的挺严的，风雨无阻啊。下了1天的雨，这2个家伙飞得无影无踪。这天黑雨停了，他们2个就出现了，居然都在这儿吃上了。既然都找到班上了，是不是该向我交点生活费了呀？这么节省，该不会是为了要买婚房吧？4张大嘴巴，特别引人注目啊！回家就喳喳喳的，指着我给他们喂吃的嘞。看到没？感觉跟个合唱团一样，还会听指挥哟。手指晃哪儿，他们就看哪儿。全部都被我的手指给吸引了，他们甚至都懒得多看我一眼哦。呀，不是应该盯着我看的吗？前段时间救的这些8个已经顺利的飞走一批了，现在还剩下这4只，其中有1只是上一批的，然后有3只稍微小一点的，就是后面咱们放在那个碗里的。之所以没有拍到放飞视频，是因为前段时间咱们不是捡了一条小狗吗？那段时间都忙小狗的事去了，这些鸟基本上喂了，我就直接把它们放在家里，也没怎么管。有几个大的，它直接跳出去就飞跑了，上窝窝头。飞跑的那几只就像那2个乌冬一样，基本上都会自己吃啊，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。偶尔也能看到它们，不过现在都变野了，变得很怕人了。其实这个8个的视频我也是不想发的，奈何很多真正关心他们的朋友想看嘛，所以时不时就更新一下吧。这4只也是一样的，长大了放飞了就可以了。你们呢，一天天的问，哪有这么多鸟等着救？但是真正关心的又有几个嘞？每年繁殖季都是这个样子，很多小鸟落巢，然后遇到暴风大雨天气啊，这些鸟窝会被摧毁的，多得很。只是真正注意到的没几个而已。还有就是再给大家说一次吧，这个咱们的10姐妹啊，还有8个呀，这些都是不卖的啊，全部都是救助的，长大以后都要放飞的。其实关注我的老粉丝都知道，我从来没有卖过鸟，我连自家鹦鹉繁殖的都没卖过，更别提这些救助的了。而且我也不靠卖鸟生活啊，所以基本上你们私信我想买这个想买那个的，我都没有回啊。呀，在我这说着说着，这都吃了多少了还在吃，简直就跟喂不饱一样。千万别小看它们啊，特别能吃。前1秒钟刚喂了，后1秒都又要张嘴了。但是一般像有这么大的鸟了，我就是2个小时左右给它们喂一次。当然你非要10几20分钟给它们喂一次，它们也是能吃的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大的鸟，给它喂完以后要不要给它喂水？这个是必须的。准备一个针管，每次喂完食以后往它们嘴巴里挤点水就可以了，一只喂个1-2毫升吧。这只就是前面那一批的，现在在这个窝里充老大了。别看它这么大了，好像会飞的样子，其实还不会飞啊，可能最多也就飞个5米远左右。可能它是时间混得比较久，和他一起的兄弟姐妹都走了，他一个人还在这儿，所以对我稍微要亲近一点。像我抓他呀摸他呀这些，他都不是很抗拒啊。刚刚喂了10分钟不到，这又要吃了。
喷啊！来，其实这玩意儿它没你们想象中那么好，吃的又多，拉的又多，而且它这个粑粑还是带腥臭味的，味道特别大，一般人可能是忍受不了的哟。转过头，这另外3只又饿了。我这一天啊，真的是不是在喂鸟的路上，就是在喂鸟。这一个个真的就像无底洞一样。吃的差不多了，稍微可以安静一会儿了。这吵起来是真的特别吵呀！怎么了？你又要吃了啊？这不刚刚才喂了吗？呀，你这肚子到底是有多大哟？